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很多的观众朋友看我们一路这样下来，开箱一些这个音响的环绕主机，那开箱这个传统的喇叭，不管是书架式的喇叭，或是落地式的大喇叭，那还有开箱很多的一个 soundbar 产品。那慢慢的，我觉得消费者对于这个音响还有 soundbar， 它开始就有一个所谓的既定的印象，那就是说这个传统的音响呢，它如果要组剧院的话，就是非常的占体积，因为它除了这个左右主喇叭之外，还有这个中置喇叭，还有后环绕喇叭，接着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重低音喇叭。那soundbar的部分则是它操作方便，那很省空间，但它的音质呢就没有这个传统音响那么好。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一个观众朋友或客人常常会问说，有没有一种产品，它可以兼顾这个传统音响的一个音质，那同时呢它也不会太占体积。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其实说是要开箱一款由这个英国的 Cambridge 剑桥音响他们所推出的这个 Min-X Mini 12的一个小卫星喇叭。但我觉得这集除了开箱这款就目前在转盘上这个产品之外，我觉得要跟大家讲一些应该沟通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音响传统音响它做家庭剧院的话，并不是只有大家印象中那种很占体积的一个做法，那实际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搭配，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样子。好，首先我们来现在讲一下这个Cambridge 这款产品呢。我觉得其实这款产品它介绍上来讲比较没有什么好介绍，因为简单我们先看外观，基本上它就是一个8x8的一个立方体，它的后面呢有这个喇叭的一个端子座，但是呢跟一般的这个被动式喇叭不一样在于说，因为它这个喇叭比较小，所以它这个端子座是不能用那种香蕉快插接头的，它必须使用这个裸线，然后直接把它锁上。那在它的底下呢，会看到有一个这个底座的孔，它本身的原厂是有做这种就是包含立架以及呢这个桌放架。因为假如说你今天是前面是电视柜的话，那你后方沙发嘛，那你可能就需要用这种就是桌放架以及这种地板的立架两种的不同的架子去做搭配，因为这样喇叭放起来才会在你耳朵的一个高度哦。那甚至它还可以搭配一些外场的这种壁挂架，假如说你想把它装在你的天花板的上方，那也是可以的。这样，那整个机身的外观呢，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比较偏塑胶材质的，然后前方有做一个银色类似金属的一个装饰，但其实这还是塑胶去上漆这样子。那接着就是讲声音了。我觉得声音这种东西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说，像这种Cambridge 他们这款Mini 12这个喇叭呢，其实它本身的用意是当做一个卫星喇叭，就在英文里面它也叫做，我记得叫 Satellite Speakers， 就是它是卫星的嘛。那这个在家庭剧院里面有什么样的用意呢？就是说，因为呢你在一个环绕系统里面，你会有一个重低音喇叭。那如果你是一般听音乐的话，其实你看很多人买听音乐的立体声的喇叭，为什么他都要买很大？因为它的喇叭本身就要发所有的音域。假如说你听管风琴、你听大提琴、你听电子的音乐，那里面的节奏低音都要由你这2只喇叭发出。但是呢，这个在环绕系统里面、环绕剧院里面，这个事情呢，它是可以把所有音乐或讯源的这个低音讯号，它切出一个特定的频率，这个频率以下就给我们的这个重低音喇叭去做负责。所以相对来讲，你在组建一个看电影的喇叭系统的时候，你的这个环绕喇叭它是可以不用需要做到那么大颗的这样子。好，所以就是跟大家沟通一下。那其实不只是只有这种小喇叭的形式，像是另外还有一种这种它像是壁挂的喇叭，它本身就是可能有的做的比较厚，有的做的比较薄。那它的用法就是说，今天你有一个墙面，那就把它直接打钉子，或者是它有一些壁挂架就可以直接挂在墙上。那就变成说，其实并不一定剧院系统大家看到这个主喇叭、后环绕喇叭，只能是那种落地喇叭或是很大的书架式的喇叭，因为那种喇叭你看有的动辄30-40公分的话，那很占你的空间。所以尤其是现代人的家里面，他有时候那个前后的距离就3米了，你一个喇叭剩40公分，前后都来个40公分、80公分，那前后距离剩下2.2米。就是我常常跟客人讲的最重要一个事情就是说，有时候音响贵或便宜，我觉得是其次。你假如说你的音响就要耗你要放1坪，要花2坪的地去放的话，那个地比你的音响贵得多了这样子。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说，要跟大家沟通一点，就是说，其实呢，传统的剧院它并不是都只有那么耗空间的这样。好，那我们回归到这个 Mini 12的一个产品哦，那其实它这个产品就很单纯呐。一个小小的卫星喇叭，那其实它整个系列呢，其实最原始是有做这个小的重低音，以及呢它这个Mini 12是有出一款叫 Mini 22的。那 Mini 22这个产品的构思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2个 Mini 12
堆叠在一起。那我直接简单讲一下我的对于这个 Mini 12的一个聆听感受。首先它的一个售价，在台湾定价，我记得现在是定到4000多块。然后呢，它的用途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剧院用。那这时候，可能有的年轻的观众朋友会想说，哎呦，这个喇叭那么小，那我搭配一个桌上型的扩大机，像是那种 NAD 有出那种D3020 V2， 或像大陆还有一些像是拓品啊，或者30水木之类的，就是5、6千块的桌上型的扩大机，那搭配这个小喇叭去当做一个电脑喇叭的系统，感觉好像也不错嘛。但是我自己实际上听起来感觉，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只用这2只喇叭去听音乐，它的低音是非常匮乏的，就甚至你可能花了1万多块去组了一个电脑喇叭系统，你甚至不会感受到那种很喜悦的感觉，因为如果可能跟同价位的漫步者相比，我觉得是比较逊色的。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产品它存在一个最大的意义在于说，就是在于剧院的一个搭配。因为我刚刚讲了嘛，剧院的系统有时候，像有些人他就不喜欢soundbar，那他就是喜欢传统音响。但传统音响呢，一方面是你要过你自己的这一关，就是要占空间；一方面你还要过你太太、过你小朋友的好几关这样子。那你买一个太大音响回家就会被骂，或者你的空间就很不适合。这时候这种小型的喇叭去组建一个传统剧院，我觉得假如说你再搭配上 Sony 的它那种我们之前开箱过的 AN1000 环绕扩大机啊，那它整个后环绕或者重低音的无线重低音的摆放就是非常的弹性。那就像我之前讲，就是说我刚刚讲就是重低音它负责某个音域以下嘛，所以你可以把重低音买强一点的，假如说买一个10寸或买一个12寸，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型号，假如说市售重低音买个3、4万块以上，那你搭配这整组的环绕喇叭去构建一个，假如说5.1、1.4或者是一个5.1、1.2的一个杜比全景声的剧院，我觉得其实看电影的效果来讲，那倒是没有话说的。所以呢，我觉得最后的重点还是说，如果当你今天想要组建剧院的时候，其实喇叭是有非常非常多形式的。我都跟客人讲说，其实现在的剧院喇叭，你想要薄的，你想要浅的，你想要小的，你想要瘦的，都有选择。其实最后在于说，甚至连预算都不太会是阻碍，因为像这种小型的喇叭，它去建构一套环绕剧院的话，其实整个价位加重低，可能也就落在7万块到9万块的一个区间。其实它跟 Sony 的 A9M2 来相比的话，那价格是差不多的。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看客人他自己去怎么样去想，因为有的客人他还是觉得说，那种soundbar它的操作或者是它整个组装来讲更方便。那这种传统剧院当然它比较难去 DIY， 还是要店家去安装嘛。那有的客人就会觉得说，这种传统的喇叭其实它寿命来讲它不会坏。那如果不会坏的话，就只有主机。那主机基本上寿命我觉得也比较久，因为他们那种主机又做得很大，散热结构啊或者要修也比较好修。那就是见仁见智啊，就是你看，你这种传统剧院它也可以做到比较省体积，那比较长的寿命，比较好的音质。那soundbar的话，它就毕竟它是一个主动式的喇叭，它会有保固以及寿命的限制。那这个就看人怎么取舍了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对于音响有兴趣，然后你心中有任何的想法，我都觉得有机会可以来我们麦斯音响来听听看。不管是你想要听那种很大型的、很贵的、很高级的喇叭，或者你想要听一些这种比较属于入门经济型的，但是不要太占空间的剧院，我觉得都是有选择的这样子。好啦，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